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把黄豆倒入滚烫的油锅中，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经典美食。我家10顿有8顿是这样吃的，下酒又下饭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新手也能学会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00克黄豆，我们先把坏掉或者是有虫眼的豆子挑选出来不要了，因为这样的豆子吃到嘴里会发苦，特别影响口感。挑选好以后，把黄豆放入大碗中，豆上的清水没过黄豆，把黄豆清洗干净，用手轻轻地搓洗几遍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。在豆上的清水没过黄豆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把黄豆浸泡1个晚上。这是泡了1晚上的黄豆，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成这种胖乎乎的。再把黄豆清洗一下，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1块生姜，给它切成薄片。再准备1根大葱，给它切成葱段，切好后已放入盘中。接着来准备一些大料，准备2个八角，加2片香叶，加1块桂皮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把黄豆倒入锅中，再把刚准备好的香料全部倒进来，再倒入多一些的清水没过黄豆，加勺食盐，用铲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开大火烧开。烧开后，表面会漂浮着一层白色的浮沫，用勺子给它撇干净。撇干净以后，盖上盖子，转中小火煮4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些配菜。准备几个青椒，先用刀给它切成小圆圈，切好后再用刀给它剁碎，尽量多剁一会儿，剁得越碎越好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把它放入盘中。再准备1个红椒，把红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红椒对半切开，把红椒籽去掉，然后把红椒切成细丝，再改刀切成红椒丁。接着再准备几个洗净后的小米椒，给它切成小圆圈，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，全部切好之后再和红椒一起剁碎，同样多剁一会儿，剁得越碎越好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了。再把它放入青椒的盘中。接着准备1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切好后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，把它放入盘中。再准备齐瓣大蒜，先给它切成蒜片，再剁成蒜末，同样也是多剁一会儿，剁得越碎越好，这样蒜香味会更加浓郁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1个洋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细丝，切好后用手分散开，然后再把它装入盘中。准备1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切好后装入盘中。准备几根小葱，给它切成葱段，切好后装入姜片的盘中。再准备几根洗净后的香菜，给它打成结，放入葱段的盘中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来准备一些大料，准备2个八角，1个草果，1块桂皮，几片香叶，几个干辣椒，1小把花椒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黄豆已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用铲子取出来看看。拿起1颗黄豆，用手一捏就碎，像这样的程度说明就已经煮熟了。再把它倒入漏篮中，控干水分，用筷子把里面的香料夹出来不要了，全部夹干净以后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多放一些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6成热，放1根筷子下去，
周围能迅速起小泡泡，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然后转中小火，把刚准备好的洋葱、葱段、姜片和香菜倒入锅中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开中小火慢慢翻炒，炒的过程中不时的搅拌一下，这个过程比较漫长，大概需要翻炒10分钟左右，直到把洋葱、香菜、葱段炒至微微发黄，再放入刚准备好的大料，继续用铲子翻炒，给它翻炒出香味，把所有食材都炒至焦黄色，最后翻炒成这样的金黄色就可以了，说明这些食材的香味已经全部被油炸出来了。再用漏勺控油捞出，把这些香料都捞干净，用勺子按压一下，把多余的油挤出来。全部捞干净以后，再把黄豆倒入锅中，同样用中小火慢慢炸，用铲子不停地搅拌，防止炸糊了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，把黄豆炸至表面金黄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再倒入青红椒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把青红椒的水分炒出来，把水分炒干，这个过程比较漫长，开中小火慢慢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全程大概需要炒10分钟左右。10分钟后，青红椒的水分已经炒干了，看一下已经达到这种水油分离的状态。再把蒜末、姜末倒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同样用铲子不停地翻炒，防止糊锅底了。以是给它翻炒10分钟左右，最后翻炒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再加入1勺黄豆酱，加1勺豆瓣酱，加2勺甜面酱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。这个过程就要不停地翻炒，因为这个稍微偷懒就会糊锅底，同样是翻炒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来看一下，翻炒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现在来调一下味，加入1大勺食盐，再加入2勺白糖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。炒匀后再加入1勺熟的白芝麻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。炒匀后再加1勺白酒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。加白酒呢，可以延长存放的时间。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了，再把它盛出来，倒入大碗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黄豆酱就做好了。这样做的黄豆酱做法简单，酱香浓郁，不管是用来搭配面条、米饭或者是馒头都非常的下饭。现在满屋呢都是这个黄豆酱的香味，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一顿吃不完的给它放凉。再准备一个干燥无水无油的玻璃瓶，把黄豆酱放入瓶中，把油一起倒进来，没过黄豆，再盖上盖子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藏保存，放上半年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舀出2勺，非常的简单方便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